带上你奶奶，今天你就是爬也给我爬出去！我白养你们6年，够仁义了。哥，我下个月娶媳妇儿，屋子得腾出来，趁天没黑，赶紧走吧。造孽哦，这娃才18吧？有啥办法？人家是后爹，总归紧紧着自己亲生的疼呗。百君是不是又挨打了？没事儿，奶奶，咱走，不在这儿待了。又撵我们了？这次不回来了。慢着，走可以，身上东西都留下，那都是我孙家的。这本列经是我爷爷这辈子上山打猎留下来的，跟你孙家没关系，还给我。什么你爷爷的？自从你妈改嫁进我孙家，家里的东西就都是我们家的。你这小子反了你了，赶紧走！百君，东西不要了，走！走了就别回来。娃儿，我们想要活下去，就要进山。奶奶脑子里的东西该派上用场了。娃儿，你爷爷在这山里留了东西，往左，那块大岩石后头有风，是空的。奶奶，这儿有把刀，是你爷爷的刀，暗格里头还有下卷。上卷写的是什么？猎场在哪儿？下卷记的是方法，没有下卷，他们进去了也走不出来，所以我们得先行动。我教你个东西，叫困兽坑。困兽坑？找兽道交汇的地方，挖1人深的坑，坑底插削尖的木桩，上头拿树枝、落叶、泥土盖住，踩上去就掉下去。光靠刀挖不动。洞口石壁后头，你爷爷留了把镐头。行了，就等着吧。成了，跳出来了。就这点本事，来！是野猪2只。你伤着没有？没事儿。天热肉放不住，拆开卖。要是碰上孙铁柱，之前咱什么都没有，现在咱有底气了。顾家的人不能平白受欺负。嚯，这肉干烘得透，没糊味也没虫眼，怎么卖？5毛1根。我这还有野猪鬃，你看看这硬度，是个好货。肉干先给我来10根。哎，那不是你那便宜哥哥吗？被赶出去还真没饿死，还有货来卖。哟，这山货哪儿来的？就凭你，别是偷了别人下套的猎物吧？我跟你说话呢，聋了？离开我们了，还能打来这么好的东西？疼！我的手！管好自己的嘴，别逼我动手。山里出来的好货，只能我收。这小子这是坏了规矩啊！是抓药还是卖药？我奶奶体弱有眼疾，想来求调理的药材。另外，我带了些野生药材，想找个靠谱的东家出手。这些都是深山野货，品相好，市面上少见。先进店做，我帮你验货，给你一个公道价。这些药材年份足，
品质比镇上普通货色好。这批货我给你80块，你看如何？多谢姑娘，你给的比集市那些商贩贵了不少。好货就该值好价，我做生意向来公私分明。这是调理体虚、养护眼疾的药方，药性温和，按时煎服就行。你日后若还有山货药材，都可送来我这里。好，我往后所有的货都给你。路上小心，我等你再来。来了，快进。成色比上回还好，你这趟进山够深的。别回头，你身后有人跟着，盯了好一阵了。几个？至少5个赖麻子的人。上回你走后，他就放话，说镇上山货生意不该信顾。这几天孙铁柱一直在街面上转，你今天一进巷子就被跟上了。我有数。铁柱哥，就他一个人。赖哥说了，他吃下苏记全部山货的口子，把咱们路堵死了。今晚人和货一起劫下来，货抢完，赖哥那头怎么分？镇上3个摊子，咱们挑一个。少废话，走。来得挺早。顾百军，识相的把货交出来，我们不为难你。低头看看你们采的什么。脚下有东西，铁柱哥，是套子。别慌，他就一个人。往后退一步试试。回去告诉赖麻子，我山里的东西他管不着。再来一次，下回就不是警告这么简单了。解开绳子，把人带走。再让我看到你们，就不是警告了。今早伙计开门就发现了，不止泼墨警告，昨晚还有人往后院扔烂菜叶和破瓶子，就是故意捣乱，逼我们收手。苏东家，赖叔让我带话，你要是执意跟顾百军交易，那就是坏了他的规矩，后果你承担不起。我们苏家药铺扎根镇上几10年，岂是你们几句拱贺就能吓垮的？吓不垮！来人，给我砸！把手拿开。顾百军，你敢这么对我，我爹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有2条路，现在走，或者我现在就请村委和派出所来评理。行，你狠，但你别高兴太早。你护得了他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多谢你。他是冲我来的，拖累你了。我不怕。苏家3代开药铺，没被吓倒过。那就继续收我的货。收？你送来多少，我收多少。赖哥，那小子有点蛮力，我没占到便宜。哼，没用的东西。
他占着猎场，手里有货。苏家药铺是他唯一的下山出货口，掐断这个口子，他就没钱养他奶奶，没钱就没粮，没粮就撑不过冬天。赖哥的意思是堵他出货的路。不止堵，我要他主动上门求我。怎么逼？山里那条兽道是他下山的必经之路，找人在山隘口设卡，见人拦人，见货就扣。苏记那边，药铺门口每天派2个兄弟守着，看哪个顾客敢进去。山里的话，万一他跟我们硬拼，他一个人，你们3个玩命！我给你们人手，再叫上镇东头的张三，多带几个人。赖哥放心，那小子再厉害，架不住人多。事成之后，这条山货线我给你们分2成。小子，你骨头再硬，也扛不住饿。新采的，不是猎户。别躲了，隘口风大，你们身上的烟味藏不住。鼻子真灵，可惜晚了一步。4个人堵一个猎户，看来赖麻子很怕我。今天没陷阱给你用，识相的把货留下，自己滚。你还记得上次山里那个套子吗？你以为我在山里住了几个月，就只在洞里装了一个套子？真的有埋伏！真的有埋伏！别为难我！回去告诉赖麻子，这条山路布了17道防护机关。今天是省网，下次我就直接请村委和派出所过来处理。17道。带他们滚！你身上有血腥味儿，不是我的血。孙铁柱带了人来，在隘口堵我。几个人？4个。你怎么脱身的？虚张声势，跟他们说我在山里埋了17道机关，其实只有3道。你爷爷当年也用过这招，只不过他说的是30道。爷爷也被人堵过？被孙铁柱他爷爷堵过3次，每次都靠这张嘴和脑子，不是靠刀。山里活下来的，不光是力气大，更要脑子活。你爷爷说过一句话：狼怕敢豁出去的，人怕看不透的。赖麻子今天吃了亏，下次会换别的招。他能出什么招？山里最怕什么？火。小子，硬碰硬我比不过你，别的，哼。他要是真放火，山里人最怕火，也最懂防火。什么意思？你爷爷说过，猎场防人放火只有一个办法，先烧出防火带。在猎场外围先烧一圈空地，他的火就烧不进来。趁今晚风小，赶紧动手，等天亮了就怕来不及。别担心我，你爷爷说过，顾家的人，山在人在。
好了，就算他点火，也烧不进来了。小子，我知道你在上面。哼，你的猎场今晚之后就是一片焦土，识相的就下来磕头，我还能留你一条活路。哥，你别怪我心狠，是你挡了赖哥的财路。你点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让你点，山里风大，别伤着自己。哼，他怎么不怕？赖哥，这小子最会炸人。万一这次不是炸，你们背后那条山脊看到了吗？那上面有一片干松林，油罐扔进去，火能烧3天3夜。可你们脚下这片地，2个小时前我已经烧过一遍了。防火漏已经隔开了，你的火烧不进猎场，只会往山下烧。山下是镇子，你想烧全镇吗？赖哥，烧到镇上可不得了，彻底消失。这要是出了人命，咱们都得坐牢。今晚风大，你们的火把自己看着办。赖哥，还烧不烧？烧个屁！撤！苏小姐，今日新货全是深山刚猎的。百君，这次我不能收你的货。怎么了？是货不好？你这野货来路不明，已经出事了，还想骗我女儿收？我的货全是自己亲自打的，绝无半点问题。我说了不收就是不收，别连累苏家。大家都来看啊，就是这里，苏家，我是吃你家肉干才这样的，你们要对我负责。就是这货，我吃了上吐下泻，快疼死我了。苏小姐，你……我吃了，根本没事。这肉干干净的很。你是店家，自己吃的当然没事儿，我不管，必须赔钱。谁知道是不是串通好的？难说啊。赖老板的货好歹有保障，这山里货真不敢要。哟，这闹得可真热闹啊！我赖家的货全程把控，新鲜安全，大家以后买山货只管找我，绝不出问题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来路不明的深山野货风险极大，也就苏家敢贸然接手。我赖记山货，所有货品严格筛选，干净安全。以后大家买山货认准我家，绝无吃出问题的风险。还是赖老板靠谱，这山里野货确实不敢碰。万一真吃坏肚子，可没地方说理去，还是别买了。依我看，这种存疑的山货就不该流入镇上市面。往后镇上所有商户，谁敢收他顾百军的货，就是跟我赖毛子作对。赖麻子在镇上根基太深，人脉盘根错节。我明明货没问题，却百口莫辩。如今镇上彻底没有销路。百君，去把我枕头底下的布包取出来。这上面记的都是你爷爷当年交好的正经商人，最靠谱的就是县城的周德厚。当年山洪大水，周德厚被困河中，是你爷爷不顾危险下水救人，才算捡回一条命。他为人重情重义，做生意最讲广人硬，完全压得住站赖麻子这点地头蛇的势力。他一定会帮你。你爷爷要是知道了这份陈年情谊还能帮到你，定然也能安心了。奶奶，我明天一早就动身。小伙子，
是要买布料，还是另有其事？周叔您好，我是顾老头的孙子，名叫顾百军。这把刀是顾老哥的贴身猎刀，他老人家如今还好吗？爷爷已经离世多年，我一直跟着奶奶隐居深山，靠进山打猎、采挖药材谋生。20多年前那场特大洪灾，是你爷爷舍命救我一命，这份恩情我记了一辈子，一直想报恩。可他常年隐居深山，我无从寻觅。这张借据我留存了20年。当年我家境落魄，向你爷爷借了5枚银元，他分文不催，从不计较。我留着他不是为了讨债，是盼着顾家后人有朝一日能找上门，让我有机会报答恩情。这种欺行霸市、仗势欺人的地头蛇最为卑劣可恶。你放心，县里土特产公司供销社的负责人，我相交多年，交情深厚。你的货品纯天然野生，品质过硬，我亲自为你牵线对接，彻底打通县城销路，破掉赖毛子的封锁。谢谢周叔。你们的货品质参差不齐，没有新意，质量也不达标，我们不收。县里标准也太高，这货都看不上。顾兄弟，你的货品质顶尖，远胜市面货品。按照约定，所有货品按镇上市场价2倍结算，我们长期兜底收购。好。我们的货被当场拒收，他顾白反倒被高价收走，简直欺人太甚！不是运气差距，是他那片山林猎场得天独厚，产出的货品无人能比。只要拿下那片山林，我们就能彻底压过他。赖叔，你有办法把那片山拿过来？我将会实名举报他撕裂保护动物，坐实罪名，他彻底无法翻身。这办法是不是太危险了？成大事不拘小节。搞垮顾百军，猎场就是我们的，往后不愁销路。你还想不想娶我女儿？事成之后，猎场归你们父子打理，我只留镇上独家山货收购权。百军，有人匿名举报你私存禁猎保护兽，配合核查一下。村长，我从不碰禁猎物种。村长，洞内搜出接口1只。村长，这不是我的猎物，有人陷害我。物证在此，今日先封存你所有货品，暂停捕猎售卖资格。你随我回村委配合调查。村长，百军不会做错事，你要明察啊！奶奶，你慢点儿。奶奶，你一定要挺住，百军还在等真相，我一定会帮他洗清冤屈。我相信百军的为人，但物证确凿，有人暗中施压。在没有反向证据，抓不到真凶之前，只能暂时冻结他的货源，暂停营生，等候彻查。村长，这明显是有人恶意栽赃陷害，不能让百军平白受冤。我是本村主事，必然秉公处理，但对方暗处作祟，手段阴毒，没有实证，我也无法随意翻案。周叔，百军蒙冤停职，奶奶昏迷不醒，我实在走投无路了。别慌，赖麻子常年欺行霸市，压价克扣，偷税漏税，我手里攒了他诸多把柄，只差一位关键证人公开指证。老猎户陈大山被他压榨10几年，手握完整行刑记录，只是生性胆小，一直不敢发声。只要他肯出面，结合账本，就能彻底推翻栽赃冤案。我亲自上门劝说，多跑几趟，也要请他出面主持公道。陈大叔，我是镇上苏记药铺的苏云芬，今日上门是有一桩冤案想与您相告。直说。赖麻子垄断山货，又栽赃顾百军，刘娟也因此重伤昏迷。
你是想让我出面作证？只有您挺身而出，才能扳倒赖麻子，还百君清白。我儿子还在赖麻子手下谋生，我一旦作证，他会丢了生计，还会遭报复，我赌不起。谁？苏东家，是我，陈大山的儿子。我爹让我连夜把这个交给你。我爹说，他被赖麻子欺压了一辈子，这一次，他一定要站出来帮好人讨回公道。我奶奶怎么样了？醒了吗？奶奶还没有醒，但我日夜守在药铺照看，你放心。外面取证和联络证人的进展如何？一切顺利。周叔拿出多年账本，握有赖麻子偷税漏税、垄断市场的铁证。陈大叔也决意出面公开作证，完整证据链已经周全，你放心。谢谢你，云帆。公开？我不只要洗清冤屈，恢复营生。赖多年欺行霸市，打压猎户，栽赃构陷，恶迹累累，请村长出面，召集全镇乡民，当众对质结案。我要当众揭穿他的丑恶行径，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认罪认错，彻底肃清镇上的歪风节气。我明白了，我一定说服村长公开对质，让恶人当众伏法。这事儿得说清楚。赖麻子常年欺压猎户，强行压价克扣，上门恐吓威胁，稍有不从便恶意报复，桩桩件件，这些都是证据。10几年前，我男人上山拼死拼活打猎，就为换几口活命钱。赖毛子收获后狠心赖账，1分钱都不肯给。我男人上门讨要血汗钱，还被他手下打成重伤。赖账还打人，太不是东西了！你们胡说什么？这件事已经闹大了，搞不好是要进去的。是他！好你个孙铁柱，敢背叛我！明明是你动的手！不是我，顾百军可是我哥，我怎么可能会害我哥呢？是赖麻子，他贪心觊觎我们家的猎场，陷害我哥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跟你赖麻子脱不了干系，所以顾百军无任何违规行径，实属被恶意栽赃陷害，即刻解除所有调查限制，恢复营商资格。你赖麻子恶行确凿，将查封名下所有商铺产业，没收全部非法所得，禁止在本地经商营生。爹，出事了！赖麻子出事了，铺子也被封了。好好的怎么会被抓？还不是顾百军闹出来的事儿。赖麻子一倒，他妹妹那边也没了音讯，咱们两家说好的婚事，这下彻底要黄了。都怪顾百军。如今翅膀硬了，他竟连你也一并欺负。他在外头风光，未必念着家里。你现在去找他，就说家里如今收拾妥当了，屋子也空出来了，让他搬回来住。让他回来？照我说的去传话便是。苏小姐，今日的新货。大家都来看啊，就是这里苏家，我是吃你家肉干才这样的，你们要对我负责。就是这货，我吃了上吐下泻，要出人命了。我的货全是自己亲自打的，绝无半点问题。我苏家的货大部分都是来自顾大哥，以顾大哥的人品，不可能有问题。你们看，我吃了，根本没事，这货干净得很。你是店家，自己吃的当然没事，我不管，必须赔钱。哟，今日个可真热闹啊！本来我还半信半疑，现在算是实锤了。深山野货无人看险，野蛮生长，自带脏污瘟疫，根本没有半点安全保障，吃坏肚子太正常了。没错，就是他家货的问题。我好好在家吃饭，
就吃了他家的肉干才上吐下泻，必须给我赔钱！你张铁扣我的货品有问题，污蔑我以次充好售卖赃货，你敢当众保证我的山货存在问题？我100%保证，你这里的野货就没有干净的。空口无凭，我愿意当众自证清白。大家若是不信，信数随我前往我的山里去看看。这话说的，打猎哪里找得到源头？谁知道是哪里来的？就是。去就去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搬出什么说辞糊弄众人。这深山里还能有什么好地方？我的天，这里的猎物个个膘肥体壮，状态也太好了。原来是专人圈养打理，环境这么干净，货品自然差不了，怎么可能吃出问题？还好当初听了奶奶的话，早早建起这片地，今日才算有凭有据。要是还不相信，尽管派人上门查验，场内的一切都可以查。我向来信得过百军的为人，平白无故闹出这些事端，也不知是谁在背后故意挑事。误会，误会。其实我今天过来，本是想专程请我哥回家的。回家？是啊，大哥，家里屋子都收拾妥当了，我爹特意让我来请你和奶奶搬回去住。我不回去。什么？见到人了？他不肯回来。好小子，他现在在外头有了营生，就不认这个家了。这小子现在是软硬不吃，赖麻子倒了，他那猎场又守得跟铁桶似的，咱们还能拿他怎么办？硬的不行，就换软的。他不是最在乎那个瞎眼老太婆吗？他奶奶？那是他奶奶，也是你奶奶。你去趟山里，就说是去给奶奶送点吃的，看看她身体怎么样，顺便打探打探路。你费心圈养猎物，打理猎场，可比单纯进山打猎辛苦多了。野物行踪不定，靠打猎只能一时糊口，圈养起来，货品稳定，买卖才能做得长久。你想的确实长远。你来干什么？哥，爹让我来看看奶奶。这是家里蒸的馒头，还有腌的咸菜，奶奶以前最爱吃这个。东西放下，人走。哥，我知道你不欢迎我们，但你让我进去看看奶奶，就看一眼，她也是我奶奶。百君，让她进来吧。奶奶，爹让我来看看您，您身体还好吧？你爹让你来，还有别的事儿吧？没有没有，就是来看看您。爹，那老太婆让我进了。看到什么了？洞不大，东西堆得挺多，墙角有一摞日好的皮子，灶台旁边有个暗格，他藏东西的地方应该就在那儿。猎场的路呢？上山的路上我留意了，他布了好几处绊索，但位置我都记下来了。不急，再去几次，等他把你这张脸看熟了，咱们再动手。孙家跟赖麻子是一伙的，赖麻子倒了，他们不会无缘无故跑来示好。我知道，奶奶让他们进门是想看看他们到底打什么主意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将计就计，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，看到的东西越多，狐狸尾巴露得越快。你这人现在不光会打猎，还会下套了。打猎和下套本来就是一回事。又来，哥，爹又让给奶奶送点吃的，新蒸的馒头还热着呢。进来吧。哥，最近货出的多吧？看你皮子摞得这么高。洞口左边新开了一条路，之前没有的，应该是通往西边那片深地。他皮子摞得老高，最近生意肯定好。路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。绕过洞口那棵歪脖子树，往左拐，一路往西。你爷爷写的，猎场西侧深地入口有巨石为记，这条路通的就是那儿。
咱什么时候动手？等他下次去县城，他一走，咱就进山。就这儿，你望风，我挖。爹，差不多了，天快亮了，走。还真是不长记性。肉干才2毛，顾百军那边卖5毛呢。一样的货，我比他便宜1半。他顾百军心黑，垄断山货，哄抬价格。我孙铁柱替乡亲们把价格打下来。这参看着没顾百军的品相好啊。品相差点，但便宜啊！你拿去卖，利润比他高1倍。苏东家、孙家那小子在集市上卖山货，价格比你们便宜1半。他还说顾百庭心黑垄断，以后大家都去他那儿买。他的货从哪儿来的？说是自己打的，谁知道呢？集市上的事儿，你知道了？知道，他的货是我猎场里的。要不要去理论？不急，有好东西在手，但没有好的储存手段，品质也撑不了几天。我等着他自己把招牌砸了。以后大家认准我孙铁柱的货，顾百军那边能买到的，我这儿都有，价格永远比他低3成。他靠山货发了财，就该让利给乡亲们。这么便宜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能有什么问题？货真价实。爹，今天又卖光了，照这个势头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在县里也摆个摊儿。好，你爷爷当年没干成的事儿，咱爷俩干成了。顾家的猎场说到底还是咱孙家的。爹，那批肉干你腌的时候放了多久？腌了2天就拿出来晾了，天冷坏不了。孙铁柱，你卖的是什么东西？我儿子吃了上吐下泻，你自己闻闻。退钱！退钱！这孙家也太坑人了！大家都瞧瞧，这就是孙家卖的东西，肉干都变味了，还敢拿出来售卖？你们祖孙俩一向爱占便宜，如今竟直接拿劣质货品坑害乡里。这皮子根本没励志到位，买回来才3天就招了虫子。今天必须给我们全额退钱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谎称是上好野山参，里里掺满廉价杂根，简直是明目张胆的坑骗钱财。退钱！退钱！你们是不是顾伯君故意找来刁难我？少胡乱攀咬，货品劣质是实打实的事儿，卖烂货还有理了？今天拒不退钱，我们就去工商主实名举报。谁是孙铁柱？接连有人举报你售卖不合格山货，以次充好。现在请配合我们接受调查。两位同志，这都是一场误会，其中必有隐情啊！不必多言，院内所有寸货即刻清点封存。你们2人随我们回所里接受问询。我问你们，你们的固定猎场具体位置在哪儿？你们对外抽卖的所有山货，是否具备正规检疫、出货手续？我们就是在自家附近的山上随便捕猎的，一直都是这么干的。具体是哪座山头？一问3不知，也就是说，这批货品来源不明，品质不合格。后续
我们会彻查货品来路与全部经营流水。同志，我们就是小本买卖，不懂这些规矩，从来没有故意害人的心思啊！不懂规矩不是违规经营的理由，一切按规章流程核查处理。这是我的山林猎场承包合同，手续齐全合规。我所有出货的山货、干货、兽皮都有详细销售条账，每一笔进出货都有据可查，可追溯核验。手续完全合规，账账清晰无误。孙家售卖的问题货品，你这边有什么线索？他们东西是我这里偷的，但是后面货物储存我就不知道了。孙家涉嫌偷盗他人货品、违规经营、售卖劣质货品牟利，我们会依法从严处置。爹，咋整啊？还咋整？全赔干净了。孙铁柱，赌债拖了半个月了，今儿必须了。再宽我几天，我想想办法。宽？你家都让宫烧佐封了，货没了，钱没了，拿啥还？这是家里最后的东西了。老孙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有困难咱协商分期，硬拦不是个事儿。给你1礼拜，连本带利结清，还不上，我们走村委和司法所的程序，到时候可就不是我说了算了。都怪赖麻子，要不是他撺掇我去招惹顾百军，我能混成这样？混账东西，赌是你自个儿赌的，敢干不敢认。还有一条路，西边崖壁石洞里有野石湖，咱再去采一趟，还完债就彻底不干了。应该是这儿。找到了。啊！完了。你都看到了？看到了。骨头应该没断，但走不了路。你恨我吗？有过，但是发现太浪费时间，现在已经无所谓了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私自闯入猎场西侧崖坡区偷采石斛，遭到报应了。大壮，上次的事儿还没处理完，你又干这种事儿，这次不能私了了，按规矩得报派出所。一把年纪了还偷东西，真不嫌丢人。他家那个铁柱也不省心，卖烂货坑了多少人。他后悔了吗？不知道，但这个结局是他们自己走出来的。你呢？放下了吗？是不想再被他拖着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不管什么事，我陪你。山里人靠山吃饭，
最怕的不是狼，是贪。狼吃饱了就不追了，人贪起来没够。孙家是被自己的贪心吃掉的，跟咱们没关系。对了，县里供销社昨天来了个通知，省城商会要在镇上设一个山货收购点，说是要统一收购、统一外销。他们要整合整个镇的山货市场，所有猎户的货必须统一交到他们那里，由他们定价。这些人比赖麻子更难对付。村里几十户猎户刚有了稳定收入，他一句话就要全部收走，凭什么？他们定的收购价比我们现在的价格低40%，已经有几个猎户动摇了，觉得好歹有个稳定销路。低40%，这不是收购，是抢。猎户们怎么想？有人觉得好歹背靠省城商会，不用担心销路。百君，奶奶只有一句话：该守住的要守，该争的要争。明天我去县城找周叔，打听清楚这个收购点的底细。谁也别想用一张纸就把我们的血汗钱压下去。这几天有人进去看过吗？我溜达进去转了一圈，里面翻修的差不多，柜台是新打的。问他们老板是谁，伙计只说姓钱，省城来的。听说没？那个新铺子明天开业，招牌是省城商会定点收购站，皮子每张比咱高5毛，肉干高3毛。隔壁村老李已经去那边卖了，高这么多，那咱还守着猎舍干嘛？价格高不一定长久。你们谁去那边卖过货？验货标准怎么样？我昨天去试了，我想看看他收不收咱的货。你猜怎么着？他不光收了，还给最高价。那他们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那伙计说他们东家交代过，我的货来多少他们收多少。那个绳结的打法，跟我爷爷当年教的一模一样。你爷爷这个手法一辈子只教过2个人，一个是你爹，他没学会；另一个是他收的关门弟子，姓钱，后来去了省城。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钱德厚。老李昨天又去那边卖了一批，回来还请全家下了馆子。咱的价格是不是也该涨涨了？涨了，年底分红就少了。那边的价是高，但谁知道能撑几天？这几天小户那边少了多少？这个星期的小户供货量降了2成，有3个小户这周没来交过货，应该都去了收购点。另外，陈叔打听到那边的人开始私下请猎户喝茶了，已经请了4、5个，有的收了中秋礼盒，有的被拉着聊了一下午，对方姿态放得很低，不谈生意，就说交个朋友。我听隔壁村的老人说，这个收购商年轻时候进过山，对猎场那一套熟得很，不是外响，他让人去猎场外围看地了，想在入口那边设个临时收购站，说方便猎户就近交货。他看的是哪块地？就是猎场入口外的那片开阔平地，距离咱们第一道栅栏不到500米，地界上没越界，却刚好卡在猎户进山出货的咽喉要道，摆明了是针对性布局。对方方才托人带了话，说久闻你的本事和为人，想单独约你见面。你的山货品质全镇顶尖，我要和你独家合作，我出高价包收全部货品，你断了所有对外渠道，只供我一家，稳赚不赔，你没有拒绝的理由。我的货，我的厂子，规矩我定，你的独家合作我不接。果然和你爷爷一样，又倔又硬。别装糊涂，我要的不是你的货，是你的猎场。那片山里藏着宝贝，你想自己独占？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宝贝，但你强行垄断，图谋猎场，坏了行规，也失了底线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合作免谈，告辞。我放心不下，特意过来看看你们谈判的情况。舅舅，云林，多年不见，都长这么大了。
今天茶馆里，钱德厚他要我拿猎场跟他合作。猎场那里的宝贝都是孤老头拿命探出来的，他钱德厚凭什么来抢？钱德厚虽然是我舅舅，我们接触不多，但他这人不靠谱。钱德厚知道猎场里的事儿，说明爷爷当年跟他提过，但爷爷没告诉他具体方位，说明爷爷对他留了一手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妥协。奶奶，钱德厚来找我了，他想问药研区的位置，说是想完成当年没学完的课。奶奶，您知道那个位置吗？你爷爷进山探了3年才找到那片岩区，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在列经下卷里画了一张图。后来钱德厚问过好几次，你爷爷都没带他去。爷爷是留了一手，不是留手，是留命。那片岩区在瀑布后面的断崖上，一条路踩不好就掉进深渊。钱德厚那时候年轻，心气高，你爷爷怕他出事儿，才不带他去。你爷爷走的时候还念叨，说德厚这孩子将来能成事儿，就是太急，有些东西得等他稳下来再给。可惜没等到。德厚来了，坐。姐夫，我记得云斌小时候最爱吃我买的糖，一转眼都这么大了。他娘走得早，我这些年在外头也顾不上，多亏你把云父拉扯大。是云父自己争气，药铺这几年全靠他打理，账目从来不出错。姐夫，我说句不该说的，云旭这孩子心善，看人不设防。那个顾百军，山里出身，没什么前途。赵家那边，赵世杰一直对云芬有意思，人家家里有产业有门路，你就不替云芬想想？云芬他娘在的时候，常提起你，说你年轻时候跟着顾老头学猎，手艺好，人也聪明。顾老师对我恩重如山，这次回来，我看到他孙子把他留下的猎场守得这么好，心里是高兴的。只是，姐夫，我今天也不藏着掖着，我确实需要这片货源。而猎场深处那片药研区，如果开发出来，不光是我，苏记猎社全镇的猎户都能跟着沾光。你打的什么心思我知道，猎场的事儿，我倒是可以提上一嘴。多谢姐夫。云飞，你先别走，我有话问你。顾百军那片猎场，是不是有一处罕见的药研区？是舅舅来过了，是他让你来打听猎场的事，对不对？你只管告诉我是不是真的，那片药研能不能开发，能不能带动镇上货源？猎场是顾百军苦心守护的根基，里面的布局和资源都是他的心血，我不能随便向外透露。我是你爹，我问你几句话你都不肯说，如今你眼里只有外人，早已没有这个家，没有我这个父亲了是吧？爹，这不是帮不帮外人的问题，猎场是顾百军的立身根本，舅舅步步算计，执意谋夺，本来就理亏，我不能背信弃义。我看你是被顾百军迷了心窍，为了外人顶撞亲爹，不孝。既然您这么看我，那我无话可说。哎，你们好。这孩子冒着大雨跑来，定是受了委屈。百军，好好待人家，别让他受委屈。我爹，他今天逼我问你，猎场深处药研区的下落。我知道这是你辛苦守下来的东西，是你的底线。不管是我爹还是我舅舅想要打探，我半个字都没说。我不会背叛你，更不会算计你。云林，
谢谢你信我、护我。从今往后，我绝不会让你再为我受半点委屈。你护我一时，我护你一生。我这辈子一定好好对你，绝不辜负你。于离跑过来，懂坏了吧？快进屋歇息。你睡我的房间，里面干净暖和。那你睡哪里？我没事，夜里风凉，我在院子里凑合一晚就行。百君，奶奶活了大半辈子，看人不会错。云飞这姑娘心善重情义，真心待你。你若是真心喜欢人家，就不能只嘴上说说，喜欢就要堂堂正正负责，好好待她，把她风风光光娶进门。奶奶，我是真心喜欢云林，我一定会对她负责到底。顾百君的声音在寂静的小院里显得特别坚定。明天一早我就备上礼物，登门去苏家提亲。顾百君，你今日登门求亲，胆子不小。但你可要掂量清楚，我们苏家是镇上百年要户，世代行医济世，脸面、规矩、声望都是祖上传下来的。你家世单薄，无田无业无依靠，世代山居打猎，在旁人眼里终究是山野出身。你拿什么给云丽安稳日子？又凭什么攀我们苏家的门楣？晚辈家世浅薄，不敢妄言门第，但我顾家世代清白，我本人勤恳务实，不偷不诈。今日求亲，是真心想娶云灵，往后我定踏实劳作，护她衣食安稳，一生周全。空话谁都会说，一时勤恳算不得数。你常年靠山吃山，根基漂浮不定。云父若是嫁给你，从日日操劳受苦，该当如何？爹，各位消消气。伯君这孩子踏实能干，品性不差，并非顽劣之人。婚事讲究和气圆满，没必要把路彻底堵死。我记得你爷爷当年留下一本猎经，记着遍山寻药、养殖狩猎、鉴别山货的独门本事，是山里最值钱的门道，对吧？你若是愿意把这本猎经拿出来，交由商会统一经整、合理开发，我便在省城为你周旋铺路，替你化解所有闲话非议，亲自出面成全你和云父的婚事。如何？顾百君，机会摆在眼前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一本老旧册子，终究是死物，能换你一门好亲，换一世安稳前程，已是天大的造化。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？我今日把话撂在这里，如果你交出猎经合作，这门亲事才有的谈。爹，舅舅，你们哪里是为我好？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云飞，你年轻单纯，看不清世道深浅，死守着山里的小打小闹，能有什么出息？拿出本事，互利共赢，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。我这是为你，为苏家着想。这本猎经是他爷爷一辈子进山吃苦攒下的立身门道，是顾家的根。他若是交出去，你要他以后如何立足？怎么不说话？你是宁可舍弃云服，也要守着一堆旧址？我最后给你一次抉择，交出猎经，婚事可成，销路稳定，往后前途坦荡。执意死守，从今往后，你与云飞再无瓜葛。同时，镇上所有收购渠道、商会资源都会对你彻底封锁，让你这山林生意寸步难行。好，我交。猎经我收下了，但光一本册子诚意还不够，
舅舅，他已经交出祖传列经，你为何还要百般刁难？你顾百军心性老实，踏实肯干，并非浮躁公欲之人。但苏家门第婚事向来有祖传规矩，想娶我们家云玲，光靠妥协退让没用，必须拿出真本事，实打实的能力证明自己。你们想要多少？不多，500块，拿得出来再谈婚事定论。我给你3个月时限：第一，凑齐500块作为彩礼，光明正大提亲；第二，拿到镇上3位德高望重的乡绅联名保状，证明你人品端正，行事靠谱。这2件事儿，你但凡如期做到，便证明你并非一时侥幸，是真有本事。有人品，能力足，我也不会再阻拦这门婚事。我答应。 3个月时间，500块彩礼，3位乡绅联名保举，我悉数完成。我会堂堂正正证明我有本事、有担当，能给云峰安稳体面的日子。列经，不是已经交给我舅舅了吗？我交出去的是当年被孙家抢走的上卷残本，只有粗简皮毛。真正记录猎场布局、寻药遍山陷阱秘术的下卷，一直藏在我手里，无人知晓。可500块大洋是一笔巨款，单凭山里零散收成，3个月根本凑不齐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好了，我要3管齐下。首先，扩大加工产能，把现有肉干、熟皮的制作规模翻倍，精工细作，保证货品品相，积攒首批现款。按百军这法子精工细作，这一批肉干皮貌色透亮，品相绝佳，绝对能卖出好价钱。然后我亲自去县城找周叔，对接县城大商户，跳出镇上收购点的垄断，把所有货品卖出高价。周叔，你看这批货都是我们精工细作的山货药材，品相药性都是顶水准，绝非镇上普通货能比。货是好货，我帮你对接县城高端商户，给你开长期高价供货渠道。下卷列经完整记载了那里的地形、药脉、兽道，物产丰饶，品质顶尖，是我们翻盘的关键。幽谷藏铺，药脉绵延，兽道四通，物产富集，此为山野绝佳猎地。不对，这图纸根本不全，只有大概轮廓，没有具体点位，根本找不到准确位置。钱先生，会不会这列经是残缺的？好一个顾百军，竟敢拿残本糊弄我，被这小子耍了。天麻什么时候采摘，药性最好？立冬前后采摘最为合适，待叶片完全枯萎，养分尽数沉淀至块茎，此时的天麻药性最足，品质最优。当归炮制，火候该如何把控？切片后用文火慢慢烘烤，烘至端面淡黄，药香透出即可。切忌烘焦，一旦焦糊，药性尽数损毁。难得，既能打猎营生，又懂药材药理，不愧是顾家后人。云夫，你的眼光确实独二。3月之期已到，我如约兑现所有条件，今日登门正式提亲，求娶云妃。你虽兑现了明面条件，但列经上卷藏有玄机，你一直隐瞒。想娶云玲，就当众说出经书的秘密。云玲是我独女，我绝不会把她托付给心存隐瞒之人。好，我今日当众说出列经所有秘密，一定毫无保留。经书侧边实心墨点为安全受道，空心留白是悬崖险地，旁侧纹路对应山川溪流、瘴气毒区与受潮位置，可精准避险。书中隐晦诗句并非写景，是秘境路线的定位暗语，所有进山玄机皆藏于此。原来是这样，那秘境地图究竟在哪儿？都进来吧。这本列经是我爷爷拿命换来的，里面记的采药点位、进山路线、避险陷阱。从今天起，不再是我们顾家的私产，归所有人共用。猎社会统一叫大家认药采药，统一安排进山，全部按劳算收益。
我爷爷留下的本事不是藏起来自用的，是带着大家伙一起挣钱过日子的。说得好，顾老爷子泉下有知，看到自己孙子这么懂事，肯定安心了。百军这孩子格局大，心地正，我们3个老家伙联名保他，不光信他的人品，更信他这份大公无私的担当。苏老哥，我说句公道话，百军这孩子我们看着长大的，镇上大半猎户都受过他的恩惠，人品能力都没话说，怎么就配不上你家云灵了？苏掌柜，你提的所有条件他全都做到了，还当众公开了猎经的秘密，一心想着造福乡里。你要是还有什么顾虑，尽管说出来，我们帮你评理。苏掌柜，顾百军和你闺女多般配啊，你就别拦着了。他俩早就说好秋分结婚，你赶紧点头成全吧。云府他娘走得早，我就这一个女儿，就是想给她找个靠谱的依靠。现在有乡亲们作证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要是再拦着，就是我不通情理了。伯爵，云芬以后就托付给你了。云芬，爹这些年一个人带你，很多地方做得不好，你别怨爹。今日秋分，当年顾老爷子娶娟嫂子也是秋分，老辈人在山里成家，小辈人也接续这份福气。顾老爷子，你放心，你孙子成家立业了。以后我们的日子是不是就能安稳下来了？日子难免有起伏，但往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我们一起扛。今天把叔伯兄弟们都请来，先把规矩说在前头，咱靠山吃山，但不能把山吃绝了。往后进山，小的不打，怀杂的不打，进山期谁都别进，采药别刨根，别毁苗，守住这些老规矩，咱才能年年有东西打，辈辈有饭吃。还有，出货凭本事，但东西必须实在，掺假糊弄人的事儿一概不许。立规矩是为了保咱的根。今天我正式提个事儿，咱青石村牵头，拉上周边各村猎户，成立猎社，猎社统一打关山货、药材、皮子的品质，统一定价，统一跟客商谈，不让人压价，也不自己人打价格战，各家自己打的东西全归自己。全归自己。后头我还会请老师傅免费教大伙制皮、分拣药材、处理山货，让所有人都能靠手艺踏踏实实挣钱，不再让人拿捏。说的好听，你现在混出来了，不就想建个猎社，自己当老大捞油水吗？凭啥听你的？这本猎经是我爷爷拿命换来的，里头记着变药制皮的绝活。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书里的手艺分文不要，全交给大伙。我们顾家几辈子靠山守山，没欺负过谁，就想带着大家伙抱团挣钱，没别的心思。陈大山，我信顾家，老顾先生当年救过多少人，人品手艺十里八村谁不服？百军这娃子实诚，他说能带大家挣钱，我头一个跟。我加入，我也加入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之前我们拒绝了外地商人的垄断霸王合同，他们怀恨在心，如今抱团联手，要彻底封杀我们。放话，要么妥协任由他们压价，要么就让咱们所有山货药材永远进不了省城市场。
顾哥，再这样下去真的撑不住了，货堆在这里，受潮发霉，变质报废，我们这段时间进山拼死拼活的辛苦就全白费了。要不，我们就答应那些商人的条件吧。绝对不能妥协。今天我们低头让步，明天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压榨我们。从前只有一个赖麻子垄断市场，我们就被欺压得苦不堪言。如今一众商人抱团把控销路，我们一旦认输，往后世世代代都要被他们死死拿捏，永无出头之日。这笔钱我先拿来垫付大家的货款。各位进山风餐露宿，辛苦劳作，绝不能让大家白忙活，空手而归。雨欣媳妇儿，这我们万万不能拿，太亏欠你了。这不是赠与，只是临时垫付。我坚信咱们猎社的货品品质过硬，只是暂时被封锁销路。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迟早能打出名气，打开市场，后续回款大家再归还就好。好消息！省城要举办大型农副产品展销会，我托遍所有关系，好不容易给你们争取到一个参展名额，只是时间极紧，只剩半个月准备时间，你们能不能顶住压力，拿出最好的货品？那就拼这半个月，全员发力，全力以赴，打磨出全村最顶尖的山货药材兽皮。我们要让省城所有客商好好看看，我们青石村猎社的货品到底是什么成色，什么水准。半个月。展销会只给咱半个月，这半个月里，所有人在加工服集中吃住，猎场的货照收，享户的货照收，品控标准提到最高，不合格的当场退回，不管是谁送来的。试皮子的事儿我盯着，我带了30年徒弟，这半个月我不睡觉也要把每张皮子日到能照镜子。顾哥，肉干和烟货交给我。上次我娘病的时候，猎社帮我扛了那么大一个坎，这半个月我住加工铺，一天干15个钟头，绝不让一根肉干出问题。品控我亲自把关，每一张皮子、每一捆药材、每一根肉干必须过我这一关才能装箱。药铺那边我让伙计暂时接手，这半个月我住在加工铺。那包装的事儿交给我，我手笨，让皮子不行，但打包捆箱我在行，我负责运输。我哥有辆拖拉机。我拉货去县里跑了好几年，哪条路不颠，哪个时间段不堵，我门儿清。你看，不用你一个人扛。听见没有？这个声音才对，闷的就是没刮干净。重新来。这批可以装箱，这捆不行，混了杂根，谁送来的？退回去，让他重新挑。这批烘的有点急，里面还差点火候，再回炉烘1个钟头。我这辈子都没这么累过，但看着这些箱子，心里真踏实。我这拖拉机还是头一回装这么多货，哥你放心，路上我开慢点，一个箱子都不会颠坏。半个月前，外面那些人想封杀我们，他们没想到，我们不但没散，还拿出了比之前更好的货。明天到了省城，让他们看看什么是青石村的货，什么是顾老头传下来的手艺。明天所有人跟我一起进城，不是去求他们开恩，是去告诉他们，青石村猎社的货，谁也封不住。出发。兔皮薄，
刮刀放平，别使蛮劲儿。换皮后得先拿草木灰水泡透了再刮，不然准烂。没事儿，我刚学这会儿比你费得多，手稳住，心别慌，再来一遍。百军，省里来信了，咱猎社抱团致富那套模式选上全省乡村振兴的典型了，要全省推广。爷爷，你听见没？咱猎社全省都看见了。学艺行，推广行，签约也行，但规矩不能变。质量不过关的一律不收，定价必须跟猎户们商量着来，谁也不许压价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得了得了，都别堵门口，签合同的进屋，学手艺的跟我走。百军，带云沁出去歇会儿去。当初你说要开荒带全村富起来，多少人笑话你，现在谁不服你？这刀以后传给谁？传给最配得上的人，不一定姓顾，但得守得住这个顾字，守山守信守本心。